啊，你好。你好，你好。您是这边养老院的负责人是吧？我是这边养老院的办公室主任。你好，您贵姓？我姓陈。你好。就是我这边是想了解一下您这边院区里边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我们这边的养老院是坐落在就是宝山区，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两栋这个养护楼，1号楼、2号楼，那总共的面积大概是7000多个平方，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主要说的老人都是宝山这边的吗？我们这边有宝山区的老人，那也有上海市，比如说市区里面啊什么的也有，因为他们考虑到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是环境啊、设施啊都比较好，那另外嘛价格也是比较合适，收费标准也是比较亲民的，所以会选择到我们这个养老院。现在是有多少床位？我们这边的话额定床位是215张。现在住的老人基本上已经是要快收满了这样一个情况。那说明这里的服务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对，就住在这边的老人啊、家属啊，对我们的这个设施啊、服务啊各方面都是比较认可的。那就是这里的一个服务理念主要是什么样？这样的，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服务宗旨是什么？就是让自理的老人有事做，让伴自理的老人有向往，然后让失能的老人有尊严，这就是我们这边一个养护的一个宗旨。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的社会标准是怎么样的呢？这样的，就是我们这边是分不同的就是房间嘛，2人间、3人间、5人间。2人间的话，一个月大概是5200块钱左右，然后3人间和5人间一个月的话，一个人应该是4900块左右。我看你这里的一些老人好像精神面貌特别好啊。对，因为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嘛，就我们这边的一个服务宗旨就是让自理的老人要有事做，让伴自理的老人有向往，然后让失能的老人有尊严嘛。我们会搞很多各种各样别开生面的一些联欢活动啊，包括趣味运动会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他们就是说我感觉是丰富多彩的，那精神面貌体现出来肯定就会好一点。我刚才采访了2个老人，一个是待了10年、11年的，可能就是说他对这里有了感情了。对，因为什么呢？您这边采访的老人他正好是夫妻间嘛，他们2个人就是说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了，对我们这边的一个服务啊各方面，护理员也认识也认可，对吧？那么他就把这边养老院的房间就当成是自己的家一样。他不再觉得说我到这边是在住养老院，他说就像他什么我回家了，你去采访他也说你到我家来看一看，他感情上面已经把这里认为是一个家的氛围了，那就肯定不一样了。他和我们的护理员朝夕相处，他等于说是一天24个小时都是跟我们护理员在一起的，对吧？我们护理员就是照顾他的生活啊、日常起居，那么甚至说他和他子女见面的机会都不一定有和我们这边的护理员啊、工作人员的时间长，他和我们之间是有一个情感纽带的。再加上大家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一起就是说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对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像类似于情感纽带一样的，所以说他住了10年也好，住了更长时间也好，他和我们这边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应的这个联系了。刚才采访了一个法官，那个姓顾的哈。对。这个法官对你们这里能够是点赞是不容易的，对，是吧？他的职业的一个敏感性啊。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位老先生就是说很认可我们这边的一个就是说工作状态的。那什么呢？但是他有时候他也会就是说他比如说看到这边比如说护理员有些事情可能说没有做得比较好啊，或者说他觉得有改进的地方，他会就直接和我这边就是说发微信，甚至有时候我们去行政查房嘛，他会直接就点出来，就是说我们这边哪里还有改进的空间和余地。那这个倒不是说他挑毛病啊什么，他就是像自己家里面人一样，他跟你说，你这样做得好了，那我们服务又上一个台阶了，对吧？就是包括我们有一些外面来检查什么的，他们都会跟我们就是来讲这些东西，他们就我们这边得到的荣誉，老人也很高兴。包括我们不是每个月护理员每个楼层会评那个流动红旗嘛，那拿到流动红旗的老人，那护理员很高兴，那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老人也很高兴，我们的楼层是做的最好的，对吧？楼层是最干净的，氛围是最好的，他们就会有这种自豪感、荣誉感。对，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说你们不光要听好的，实际上有的不同意见的建议，甚至是意见，他也是出于就是说改进服务，或者说帮我们一起共同提高嘛。他目的不是说，因为你能感觉到老人他是把这当成是自己的家一样的，他不是说我来挑什么刺。那比如说你像家里面，这里不干净，那里不干净，他就想把这里就弄好。他已经就是说跟我们等于说是思维是保持一致性的，他也希望把我们的工作啊、服务啊各方面就是说能够提高。
所以他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是很中肯的，我们都会按照这些，就是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把我们的服务啊各种方面就是软硬件来提高嘛，对吧？我们这边的话给老人提供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照顾，那我们也是和家属去说，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老人能够在精神上就是说有一些就是依靠啊，或者说有一些寄托，但是家属的陪伴，家属的这个情感上的一些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养老院有时候也会搞一些就是亲子活动，然后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也搞了一个互动活动，就是邀请老人的家属来到养老院和老人一起共度中秋节。那通过一些活动，就是说我们倡导一个理念是什么呢？小时候是父母亲照顾我们孩子，那等父母老了之后，我们作为子女的就来陪伴父母一起去玩，是一起来就是说产生一些回忆啊纪念，对吧？就是加深这些感情纽带。那这样的话，就是包括家属，包括老人，他们在养老院里面就会觉得不孤单，就他觉得我们的子女和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包括和我们养老院工作人员心都是在一起的。您看到都和我们的护理员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这边关系都是非常融洽的，因为我们很多一些互动的活动啊，什么都是得到了就是老人和家属的认可。就这些老人把你这里的工作人员，包括阿姨啊、护工啊，就当成自己的亲人了。对，是的。就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我们也是把住在我们养老院的老人当成我们自己的就是亲人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叫什么？我们自己也会有老去的一天。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个护理工作，那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投入进去，把我们的助养老人当成我们自己的家人，当成我们自己的老人一样去照顾他们。如果说老人有上海户口，他本来有长户险的话，他的长户险其实也可以入住养老院之后就转到我们养老院嘛。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也可以抵扣一部分的养老院的这个费用。一般情况下的话，总归可以抵到个500-600块钱，应该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养老院的话，现在就是说也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就是内设医疗服务也是正式就是说开始提供了。那么比如说简单一点的，就是配药，还有一些输液，还有一些中医康复的项目，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给我们的助养老人提供的。所以上海的医保卡直接在这里拿了。医保卡直接就可以在这里刷的。我们这边比如说你要配药啊什么，只要是常用药，你直接医保卡给我们的这个财务室，就是直接刷了，我们医生就给你刷了就可以。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啊，耽误你时间了啊。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没事没事。再见，再见。